第3期小教程终于来了。前2期我们大致说了，在绘画中如何观察、把握形状和理解体积结构关系。如果是直接点进这期的朋友，可以先看下前2期，这样内容上会相对更加完整。由于本系列内容都是阿婆主绘画的一些个人经验和理解，水平本身有限，而且为了能尽量简洁，做了些侧重取舍，导致有些朋友观看时有许多疑惑和不同理解。不要担心，每个人的理解和方法绝对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欢迎在弹幕评论区多多交流。这期我们来简单说下光影。在解决物体的形体问题之后，正确的表现光和影，能更好的表现物体的空间感和体积。相信有朋友已经发现，从第1期到现在，我们都在黑白范畴探讨。其实加上这期，差不多就是传统美术绘画中素描的基础内容了。素描之所以对绘画如此重要，是因为黑白灰明度关系是一张画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信息。相对于变化更多、更个性的色彩部分来说，黑白明度关系提供的信息更多且更容易掌握。绘画表现中的光影，我们也可以用前2期相似的方式，从整体到局部的步骤来进行理解规律和推理出正确的效果。这是网上找的简略光影概念图。一指阴弹在一个主光源影响下，如图所示分成了亮部与暗部，亮暗之间的部分称为明暗交界线。指阴弹遮挡光线在平面上产生的阴影称为投影。以上部分可以理解为光影的第1层级大关系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再细分出亮部的灰面、暗部的反光，以及物体暗部边缘处空间狭窄、光线无法影响区域闭塞阴影。通过前面指阴弹的观察，我们在实际光影绘画过程中，也遵循从整体到局部的顺序来进行。先设定光源方向类型，大致区分物体亮部、暗部，这也是大家常见2分步骤。再按具体需求添加各层级变化细节。我们先来快速绘制7、8头部的形，在理解前2期的基础上，大家只要多画，就能逐步掌握对物体造型的塑造，从而进一步找到适合自己的绘画流程与风格。在第2期中提到过，我们可以将头部主体简略归纳成立方体，用模型来演示立方体在一个光源下的明暗关系，加上头顶部半球形、顶部长方体监视器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头部大致的光影关系。对照模型，我们来给7、8头部添加光影。个人喜欢先将完全不透光的部分，例如眼部内侧、喷气孔的部分先做区分，顺序可以按个人喜好决定，最终目的在于能够理解和推理光影规律，区分头部球形亮部，擦除天线等其他转折面，添加朝上方平面亮部，天线大部分也朝向上方受光。我们可以将其先归纳进亮部，后续可以按需要再做明度的细节变化，补全其他朝上方亮面，区分头部正面暗部。这样我们就为7、8头部添加了大致准确的光影信息，使其更加具有体积感。在保持明暗大关系确定的基础上，在亮部暗部推导出更多层级。发光的监视器或眼部可以先用白色区分，便于后续添加涂层效果。到此基本造型环节就大致完成了，希望能对看到这里的你有所帮助。再次感谢各位朋友长久以来的支持和互动，下一期简单说下比例方面的内容。最后求个3连，下期见，拜拜。